大家好，我是东宝行为，今天我们来讲《一拳超人》的227话。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帮我点到5000个赞支持 UP 主一下吧。上回说到龙卷老祖为了降服光头怪人，连三角裤都穿上了。不对啦，总之就是光头和龙卷又打回到了英雄协会总部，他们战斗的能量波及到了整栋大楼，连协会的探测工具都给跑爆表了。这时在住院部的几位英雄被外面的动静搞得是有点不耐烦了。我寻思今天怎么一直在地震啊？强硬小子更是叫嚣道，如果是怪人来进攻协会的话，看我出去分分钟就将他们斩于马下。结果强硬才刚走到窗户前，一坨不明生物就飞了过来，好悬是没有撞上不然强硬又要长期住院了。他抬头一看，顿时就被吓到面如菜色。这不是我的那个死对头邻居吗？更离谱的是平常很健忘的光头居然还记得有强硬这号人物，他甚至关心了强硬的身体状况，并提醒他要好好养病哦。之后便一个大力冲刺飞向了远方，强硬小子全程保持目瞪口呆的表情，直到最后他看见远方的堪比灾难电影一般的特效场面，原来那个光头他一直都是在以那种强度战斗的吗？在这一刻，强硬小子他终于恢复了平静。找光头复仇的事情嘛，不谈也罢呀。与此同时，吹雪组的小弟们也赶到了大战现场，他们也被这壮观的景象吓得不轻。几个人寻思，要是之前光头不插手的话，现在自己难道要和龙卷在那种程度的暴风中战斗吗？光是想想都足以吓破胆呐。此时一个眼镜小弟还在忙着联系协会，什么时候过来控制一下场面只听唰的一声一坨绿色的物体就从几个人的头上掠过。我一看，哟，这不是龙卷吗？不对呀，我是不是少看了一集之前明明还玩的是兴高采烈，现在的龙卷直冒虚汗，明显是有些喘不上气来原来是他和光头打得太起劲了，一时间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念力输出已经超标了。明明是自己占据着主动权，却搞成了这个狼狈样，龙卷多少面子上有点挂不住但是光头的出现确实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存在。这个男人和其他抱有敌意的坏人不一样和他的战斗不需要拼个你死我活，却又能够尽情的释放自己的权利。龙卷本以为在人类的阵营里能陪自己做到如此地步的人只有那个爆破而已但光头却给了他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妙感觉。说罢，龙卷强行绷紧神经，聚集起大量的念力，准备释放终极技能速战速决了。光头四周的大地开始涌动上浮，在地面上赫然形成了超乎常理的双重砂石海啸，念力让地表呈现出一个圆形的大坑，砂石土壤如滚筒袭击一般，不停地朝着中间翻涌汇聚。看着光头的身影消失在了烟尘中，龙卷此时已然是累得精疲力尽了。但是就在下一秒，让龙卷无法理解的事情发生了。那个男人只是高举着右手，挥出了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一拳，周围的碎石便被击散开来。光头毫发无损地屹立在地表之上，在他那副漫不经心的表情背后，似乎又暗暗散发出一种理所当然般的强大气场。看见自己的大招打出了至今为止最离谱的0点伤害，龙卷吓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过他的体力似乎已经由不得再继续任性了。光头好心的想要劝龙卷不要太逞强了，这却反而激起了龙卷的逆反心理身为顶级强者的他，已经太久没有体会过别人的关怀了。龙卷想再度用念力把光头打飞，可这回他明明已经使出了能将人送上太空的力量，光头却重得像块磐石一样，根本就飘不起来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本来就力竭的龙卷突然间又感到头痛欲裂，看来是他之前在打怪人协会的时候受的伤还没有痊愈眼看龙卷无论如何都不肯乖乖就范，光头无奈地叹了口气。看来要教育这种任性的小鬼，必须要说点难听的话了。光头用一个看待问题儿童一样的眼神对龙卷说道：“喂，不要太小看人际关系我只不过是一个吹雪认识的人而已，就能把你逼到这种地步，
他认识的人还多的是哦，比如说那几个吃火锅的。龙卷一听到这话，算是彻底绷不住了。在他模糊的意识里啊，龙卷又回想起了小时候和爆破的往事，自己就是因为爆破的那一句教导，在遭遇危机的情况下，永远不要想着会有人来救你。这句话本来是想要鼓励龙卷要自立自强，但是因为环境的影响，让龙卷产生了扭曲的理解，这也导致了他独来独往的性格。同时呢，也对幼年的吹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幼年时期，龙卷曾经凭借一己之力从阅读组织的手上保护了吹雪，但是他那沾满鲜血的双手和强烈的控制欲望，只会让吹雪感到恐惧。出于对姐姐的反抗，吹雪觉醒了超能力，从此之后啊，便走上了和龙卷相反的拉帮结派的道路。而龙卷也在孤独的黑暗中是越陷越深。对于吹雪童年所造成的伤害，是他一直挥之不去的阴影啊，所以他才会想要不顾一切的去保护吹雪。但是在龙卷的内心深处，他还存有着一丝渴望，那便是爆破的身影啊。爆破是他一直崇拜并且不断追赶着的角色，因为爆破曾经从坏人的手上拯救了龙卷，给了他自由。龙卷一直都在完成爆破对他的寄予，变得强大以及保护家人。如今过了这么多年，龙卷其实早就已经完成了目标，但是他一直渴望的是得到爆破的肯定。他对爆破有种类似于父女的亲情依赖。多年来，龙卷只专注于战斗，却忽略了和人们的感情交流，这让他对生活产生了迷茫。他很希望爆破能够像当年一样，多多的开导他，在生存之道之外呀，教会他更多的生活之道。面对可怜兮兮的龙卷，精神世界中的爆破慢慢的转过了头，从他的方向投来了璀璨无比的光芒。龙卷被照到睁不开眼，这绚丽的光芒就好像预示着充满希望的明天。有颗光头在反光啊！龙卷突然一脸无语的表情，回过神来，林北刚才好像是睡着了吼。光头呢，则是像个家长一样守在龙卷的身旁，看龙卷好像是没了心气，光头随便抱怨了一下被搞得支离破碎的四周。最后他用有些赞许的态度对龙卷说道，虽然我不知道你的超能力是怎么样练出来的，但是能够做到这种程度，你还真是了不起呢。本以为是自己的单方面败北，却受到了光头的夸奖。龙卷的脸上露出了从未有过的神情。当然了，虽然很想脸红但是龙卷高傲的态度是不能放下的。光头觉得到这里差不多就应该结束了，他向龙卷传达了自己的英雄观念，不用因为能力与众不同就去约束自己的生活，只要做到在发泄情绪的时候不要破坏周遭的事物，你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哦。这个观点虽然是没什么毛病了，但是这句话从光头这个家里蹲型英雄的嘴巴里面说出来，总觉得是异常的唐突啊！再加上这突如其来的摸头杀，光头根本就是把龙卷当成小鬼在看待了嘛！人家可是比你还大个3岁呀！龙卷这个表情好像还真的听进去了，莫非他的心理年龄真的还是个小鬼吗？光头说完话之后就准备离开了，这时吹雪终于是赶到了现场，他向龙卷先是表了个决心，以后将会放弃吹雪爪，按照龙卷的想法去发展。结果话都还没有说完吹雪组的小弟们也随之跟了过来。面对这种当场打脸的行为，龙卷又装出了一副要杀人的表情。小弟们虽然都被吓得是瑟瑟发抖，但是他们还是硬着头皮向龙卷请求恢复吹雪组。龙卷虽然对光头有点意思，但这些小杂鱼他还是懒得买账的。他刚想要出手赶人，有高招吹雪居然抢先一步站在了龙卷的面前，一个沙石雨连弹就把小弟们全都给干飞了。他还强装出镇定的表情喊道，就你们这点实力连我都打不过，还想跟我的姐姐谈条件吗？你们都给我站起来挨打呀！我靠，这就是所谓的好话都被你说完了，强行不给龙卷出手的机会是吧？小弟们听到吹雪的话也是心领神会，一堆人莫名其妙的就在那儿打了起来。光头和龙卷看着他们这劣质的演技，属实是给整无语了。
不过光头似乎察觉到了龙卷心态上的变化，他建议龙卷应该让吹雪自行解决组织上的问题。然后光头就说出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在我还没有进行地狱式特训之前啊，我曾经是个连狼级怪人都打不过的弱鸡啊！即便眼前的这些人他们现在很弱，但是也没有人能够断言他们未来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啊！哇，这帅帅的表情，有这种台词，你他妈早点刷，那何至于还两个人冲到外面来干一架吗？龙卷呢也是没有想到啊，强大的光头居然还有着与自己相似的经历。他思索了一会儿之后，终于做出了决定。龙卷用念力一把就把吹雪给抓了过来。今天我看在这个光头的面子上，你们吹雪组的事情啊，就先放一放吧。当然了，像之前的那种低级失误啊，龙卷也警告了小弟们不要再出现了。不过说完之后啊，龙卷还小声的向光头嘟囔道：“我对你的测验可是还没有结束的哟，人家随时都可以看心情啊，给你来个突击检查哟。你到时候啊，可是要心怀感激的。”我受不了这种高飞车的发言了，你就直说你想要经常找光头约会算了吧。而另一边啊，光头明显是连话锋都快要被吸干了，他理所当然的拒绝了龙卷的要求。在这次事件里啊，最受震撼的还得是吹雪组，吹雪个人呢是极为的震惊，他的那个固执无比的姐姐居然会听取光头的意见，难道说这个光头就是我未来的姐夫吗？而吹雪组的小弟们也被光头的行为所震慑，从内心啊对他产生了由衷的敬畏之情。正当两拨人准备道别的时候，戴眼镜的小弟向吹雪传达了一个意外的消息。要说这波卡点啊做的是真的臭，那故事居然在这种不痛不痒的地方突然结束了。那我猜啊，该不会是赛克斯他自己逃跑了吧？本话结束。